一直都有一个关于院子的梦想，今天过来把这场农村小院儿给租下来了。为什么选这里呢？一是因为离上班的地方不太远，院子空间也比较大，最重要的是房租不贵。以后18就有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，我也可以在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，养2只鸡什么的，过上向往已久的田园生活。房东盖了新房之后，这套院子就闲置了，现在看比较破旧，需要花些功夫好好改造一下。厨房是个大工程，墙壁、灶台、橱柜全部要重新弄。这里有好多木头都是废弃的，房东说以后可以当柴火烧，那我们就不能去山上砍柴啦。我很喜欢这样的老房子，虽然比较陈旧，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但蕴藏了很多关于光阴的故事。如果想知道老房改造后的样子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1天，等一下先把房间的杂物清理出来，因为这个房子年代比较久远了，墙壁有很多破损的地方，要先用水泥补一下，等干燥后再刮腻子、刷墙漆。这个柜子还可以用，蛮有年代感的一个老物件，我很喜欢。到时候把上面的漆打磨掉，再加上一瓶清漆就可以扔了。把房子修修补补，拆除老旧的电线，刷了内墙漆，零零碎碎的活儿看着不多，折腾了好几天。这一栋是主屋，虽然有40年的历史了，但主体结构都保存得很好。这一间大3桌客厅，本来是2间房，把中间的门板给取掉了，这样客厅就显得宽敞一点。带大家看看主楼上面的阁楼，原本不打算改造阁楼的，
因为1楼的房间已经够住了，而且阁楼上面堆满了陈年旧物，收拾起来也比较费劲。今天过来发现房东把上面的杂物都收拾干净了，一下子显得特别通透明亮。既然这样闲着也是浪费，就把它改造成一处休闲空间吧。这一栋是厢房，有2间房间。左边大的房间打算做主卧，迎来的气候比较干燥，即使是住在1楼也不会很潮湿，而且通风采光也还比较好。旁边这间小的准备放杂物了，就做成杂物间。开始改造厨房了，这是老房改造中最花费力气的地方，到处积满了灰尘，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黑。拆除原先老旧的灶台，这个灶台使用了30多年了，今天终于下岗了。别看这个灶台体积不大，因为砌得太牢固，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拆完。拆除的废料、泥土，小推车整整装满了10几车。头发、衣服上都沾满了灰，白衣服变成了黑衣服。第2天，请同村的泥瓦匠师傅帮忙打个小型灶。说来也巧，这家灶台30多年前也是这位师傅打的，那时还是年轻小伙子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又回到原点，日子兜兜转转，也挺奇妙。师傅不停感慨，仿佛勾扯他对过往岁月的回忆。新灶打好了，师傅让我试一下火，一是看排烟效果，二是图个大吉大利。记忆中还是童年时用过柴火灶，看着袅袅炊烟从烟囱外冒出来，越来越憧憬搬进来后的生活。五一休息了2天，厨房改造暂时没办法更新，今天带大家看看邻家村外的山景。
小燕儿已经10几天了，从一开始糜烂不堪，到现在这样，一共花了40多天去改造。小院儿还有一个角落，想改造成一个小花园，地上有很多碎石子、烂木头，要全部清理出去才行，只好请房东大叔过来帮忙了。小家伙们把我花园里的土当成了猫砂盆。9种我最爱的月季小苗，期待明年能够开满花园。傍晚的时候开始给花浇水。这2天太阳太毒辣，玛格丽特的花和叶子全都晒蔫了，只好给它们搭起了遮阳棚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夏天。这一盆看来是没救了，不过肉肉们倒是长得挺好。